阅读只是为心智提供知识的材料，思考让我们读到的东西成为自己的。所有人类既然都是平等和独立的，任何人都不应伤害他人的生命、健康、自由或财产。每个人对自己的身体都有绝对的控制权，这是别人无法侵犯的。对世界的唯一防御是对它有彻底的了解。欲望的约束是人格的基础。法律的终极目的不是废除或限制，而是保护和扩大自由。因为在所有能够遵守法律的创造生物的状态中，没有法律就没有自由。我们的收入就像我们的鞋子，如果太小，它们会挤压我们，使我们痛苦；但如果太大，它们会导致我们绊倒和跌跤。让你担忧的事物也会控制你。健全的心智在健康的身体中，是对这世界上快乐状态的简短却完整的描述。拥有这两者的人，几乎没有什么更多的愿望，而缺少其中任何一个的人，对其他任何事物都将无济于事。教育是培养绅士的第一步，但要成就一位真正的绅士，阅读、选择好的伙伴和深入思考是不可或缺的。父母们想知道为什么溪流是苦的，当他们自己已经毒害了源头。政府的唯一目的就是保护财产。我一直认为，人的行为是其思想的最佳诠释者。从孩子出乎意料的问题中学到的东西，往往比从人的言论中学到的东西更多。新的观点总是受到怀疑，通常也会遭到反对，原因无他，只是因为它们还不常见。当人们一直在同一地方行走时，就会出现一条小径。坚韧是其他美德的守卫和支撑。在一切都是梦幻的地方，推理和论证毫无用处，真理和知识一文不值。理解的提高有两个目的：首先，增加我们自己的知识；其次，使我们能够将这些知识传达给他人。艾琳·如己是规范人类社会的真理，仅凭这一点就可以决定社会道德的所有情况。圣经是上帝赐予人类子孙最伟大的祝福之一，它以上帝为作者，以救赎为终极目的，以纯粹的真理为内容，它全然纯净。我们像变色龙一样，我们的色调和我们道德品质的颜色都来自于我们周围的人。一个卓越的人就像珍贵的金属，无论在哪方面都是不变的；一个恶棍就像天平的梁一样，总是上上下下的变化。世间万物都在不断变化，没有什么能长久保持同一状态。对邪恶的恐惧是人类行为的一个比期望好处更有利的原则。没有财产的地方就没有不公正。最无理的行为莫过于打断别人的谈话。在我们还没了解别人的想法之前就先入为主，这不是显示他们的无知，而是把我们自己的眼睛蒙上。让一个人知道他犯了错误是一回事，让他掌握真理又是另一回事。时尚大部分只是财富的炫耀。对于水手来说，知道他的缆绳的长度是非常有用的，尽管他不能用它来探索海洋的所有深度。人们进入社会的原因是为了保护他们的财产。对导师来说，命令比教导更容易。我们的行为掩盖了我们，人们需要无尽的时间来尝试自己的行为，直到每个人都知道自己该做什么。但每一天每一小时都匆匆而过，没有时间了。我花了大半辈子的时间来表达这个悲剧性的时刻。
所有人都会犯错误，大多数人在许多方面因为激情或利益而受到错误的诱惑。爱真理的一个不变的标志是，不会对任何命题抱持比他所依据的证据更强的信心。幻想是当想法在我们的脑海中漂浮，不经思考也不考虑理解。任何人反思他对于任何现在或缺席的事物所能产生的愉悦感的思考，就拥有了我们所称之为爱的想法。我之所以知道的不多，是因为我不耻于向别人打听讯息，以及我与各种不同职业和追求的人交谈的规则。如果我们只把语言当作我们思想的标志，而不是事物本身，那么世界上的争论就会大大减少。因真理而爱真理是这个世界上人类完美的主要部分，并且是所有其他美德的种子床。反抗是人民的权利，这里没有人的知识能超越他的经验。以上是我们这一期的智慧格言，哪一句是您最喜欢的？请留言告诉我们，别忘了按赞订阅，开启小铃铛，我们下期再会。